深夜，楼主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公寓，门口的地板上散落着一些细小的粉末。他皱了皱眉，弯下腰仔细查看，才发现门上竟然被开了一个小洞，不大，勉强能插进2根牙签。可当他抬起头瞥见不仅是1个洞，而是3个的时候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悄然升起。那一晚，楼主在这陌生的恐惧中入眠，浑然不知这只是噩梦的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布莱德瑞。那天我很晚下班，回到公寓的时候，看到门前散落着粉末，我边想着这是怎么一回事，便弯下腰去看，这才发现门上莫名其妙被开了一个洞，大概是可以塞进2根牙签的大小，粉末就在洞的下面，看来是挖洞的时候挖出来的。仔细一看，洞还不止1个，总共有3个。不知道对方是想要撬锁还是怎样，当下的我很害怕。但好在房间里东西都还在，没有异样。由于时间已经很晚了，所以我挂上门链后就去休息了。加班的我已经很累了，而且我觉得可能是白蚁，所以决定明天联系房屋公司的人来看看就好。可是后来因为又爱又恨的甲方，导致第2天也要加班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已经要崩溃了。洞的数量增加了，又多了1个。我回到公寓正门打电话给管理公司，因为这破坏很微妙，所以在纠结到底要不要来报警。管理员来了，说是等白天和房屋公司的人一起来商量对策。当天我只好去同样住在附近关系好的同事家里住了1宿。第2天房屋公司的人报了警，而且马上就抓到犯人了。警方说在我家大门上打洞的人就是隔壁的邻居。收到已经抓到犯人消息的时候，我还在上班，幸好那天没被甲方折磨，不用加班了。下班后我直接去了派出所。走到派出所的时候，房屋公司的人也在，他们跟我说明了事情的经过。其实1年前也发生过同样的事。什么？我当时真的这么大叫？有犯罪前科的人住在这里，一开始就要和我说呀。不，您先冷静。那个人因为毁损物品被传唤之后就搬走了。我愣了一下，那人已经搬走了？后来又有新的住客搬进那间房间，就是这次作案的犯人。虽然我们这边听不见声音，但警方正在隔壁房间进行讯问。犯人因为自己首先就行为可疑，在警方的严厉质问后就全部承认了。上一个犯人的去向警方也确认了，现在住在离这里很远的地方。警方说这2个人没有接触过，不存在共犯的可能性。至于动机嘛，警方告诉我们，这2个犯人的说辞都说出了莫名其妙的理由。因为不看就会被看。我在想，那个也不算是偷窥孔啊，明明就没有贯穿呢。我问隔壁房间是不是存在凶宅的可能性，但是房屋公司的人否认了。但住在相同屋子但却又8竿子打不着的2个人，却做出同样的异常行为，这真的太不对劲了呀。这问题到底是出在我家呢，还是隔壁的屋子里真的有什么东西会被我家的什么东西看到呢？我不敢再往下瞎想了。这件事情以后，我当然马上就搬家了。不过我还是觉得房屋公司是没对我说实情。